最近，花开锦绣一开播，就迅速把观众的注意力拉到了屏幕前。仅仅上线前4集，腾讯视频热度就突破23000点，开局表现相当亮眼。与此同时，前4集的开屏广告数量大约维持在7到9条，也从侧面说明这部剧在上线初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市场关注。但有意思的是，真正让花开锦绣登上讨论焦点的，并不只是热度，也不是剧情，而是男主角丁禹兮的表现。有人觉得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古装角色，也有人却直言，这一次的丁禹兮似乎没有完全发挥出演技上的优势。那么问题来了，花开锦绣到底好不好看？丁禹兮这一次究竟是演技被低估，还是表演方式真的出现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一部刚播出4集的剧就已经出现了这么明显的2极评价？首先，我们来看花开锦绣这一次的基本盘。这部剧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丁禹兮和邓恩熙的组合。丁禹兮对于喜欢古装剧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他过去塑造过不少具有辨识度的角色，也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古装气质。而邓恩熙则是近年来受到关注的年轻演员。他和丁禹兮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同类型演员，一个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基础，一个则处于快速成长阶段。所以，当2个人出现在同一部古装剧里时，本身就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化学反应。一个负责成熟感，一个带来年轻感；一个拥有稳定的古装观众盘，一个则承担着新鲜感。这样的搭配，在剧集正式播出之前，就已经让不少观众产生了期待。而从前4集来看，花开锦绣在视觉层面其实并没有让人失望。剧中的场景、服装、色彩以及音乐都保持了比较统一的风格。尤其是古装剧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画面很漂亮，但故事推进很空。但花开锦绣的前期节奏并没有完全陷入这种模式，一些细节被提前埋在剧情里，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镜头，其实承担着后续剧情的铺垫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部分观众看完前几集之后，会觉得这部剧并不是单纯靠男女主颜值撑起来的作品。可是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因为当剧情、服化道以及男女主配置都开始获得讨论之后，演员本身就会成为观众审视的重点。而丁禹兮恰好成为了讨论最集中的那个人。有观众认为他这一次的角色其实非常适合他。赵灵本身就是一个身份复杂的人，他是一个走江湖、做私盐生意的人，看起来豪爽不羁，却有重情重义。表面上，他似乎是一个不太受规则约束的人，但实际上，他心里又有自己的坚持。这样的人物，最重要的并不是单纯表现帅，而是要让观众看到他身上的江湖气、少年感、野心，以及面对感情时的柔软。这对于演员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一个角色如果一直保持冷酷，演员只需要控制表情就可以形成气场。但赵灵不是这种单一型人物，他既需要有锋芒，又需要有温度，既要让观众觉得他不好惹，又要让观众相信他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因此，丁禹兮如果只是把人物演得好看，其实是不够的。而争议也就是从这里开始。部分观众认为，丁禹兮在前几集中的一些表情出现了重复，比如皱眉，比如微微歪头，比如刻意压低情绪之后制造出的冷感。这些动作单独来看，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甚至从视觉效果来说，很容易突出演员的五官和轮廓。但当类似的表情连续出现时，一部分观众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个角色到底是在表达情绪，还是演员正在努力制造一种角色很冷的感觉？这2个区别其实非常大。真正有层次的表演是让观众先感受到人物的情绪，然后才注意到演员的表情。而如果观众第一时间注意到的是演员皱眉、挑眉、歪头，或者摆出某种固定姿态，那么角色本身反而容易被这些外在动作盖住。这也是为什么部分观众会觉得丁禹兮这一次存在表演痕迹比较明显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凭前4集就给演员下最终结论，毕竟花开锦绣才刚刚开始，一个人物真正的成长线、情感线以及身份变化都还没有完全展开。尤其是赵灵这个角色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它的成长需要随着剧情推进慢慢呈现，前期可能更多承担建立人物气质的作用，到了中后期，当人物真正面对家族、权力以及感情上的巨大选择时，演员有没有能力把情绪往更深处推进，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所以现在讨论丁禹兮演得不好，其实还为时过早，但是讨论他的表演方式却完全合理。因为演员一旦形成固定的表演习惯，就很容易被观众捕捉到，尤其是在高清镜头下，一个眼神、一点嘴角变化、一个皱眉动作都会被放大。如果这些细节重复出现，观众自然会开始产生比较。过去的丁禹兮是什么样？这一次的赵灵又是什么样？为什么明明换了角色，却依然能够让人看到一些熟悉的表情？这才是这场争议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丁禹兮本身就拥有很强的个人辨识度，这既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挑战。演员有辨识度，观众很容易记住你。但是当观众太熟悉你的表演习惯之后，你每一次出演新角色都会被拿来和过去进行比较。如果演员继续使用过去已经被观众熟悉的表达方式，观众就可能觉得还是那个味道。可如果演员突然改变得太彻底，又可能让原本喜欢他的观众觉得不适应。所以真正困难的地方，其实不是演一个角色，而是让观众忘记演员本人，让大家相信屏幕里的那个人不是丁禹兮，而是真的赵灵。这也是《花开锦绣》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地方。至于邓恩熙，他在这部剧中的存在感同样值得关注。他饰演的傅庭云，因为被卷入一场关于私通的冤案，不得不与赵灵一起踏上逃亡之路。两个原本身份、性格和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人，因为一次意外被迫站到同一条线上。这也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爱情线，他们需要共同面对家族，也需要面对朝廷，更需要在一次次危机中重新认识彼此。这样的设定其实给演员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尤其是随着剧情推进，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怀疑、保护以及情感变化，都可能成为后续剧情的重要看点。所以现在来看，《花开锦绣》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同时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讨论方向。一边是这部剧开局热度不错，另一边却是男主角的表演到底有没有达到观众期待。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一部剧有热度，不代表所有观众都会认可它。演员存在争议，也不代表这部剧一定不好看。事实上，对于一部刚上线的作品来说，有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关注。真正决定《花开锦绣》后续口碑的，还是剧情能不能持续，以及演员能不能随着人物命运变化，把角色越演越深。尤其是丁禹兮，如果后面的剧情能够让赵灵从一个看起来有点痞、有点冷、有点帅的江湖人物，逐渐变成一个真正拥有复杂情绪和人生选择的人，那么前4集的一些争议反而可能成为人物成长的铺垫。但如果后续依然大量依靠相似的皱眉、歪头和冷脸来表达情绪，那么观众的质疑很可能会进一步放大。所以现在最适合给《花开锦绣》的评价，并不是好看或者不好看，而是2个字：继续看。因为真正的答案还没有出现。23000的开局热度只是第一阶段，前4集的争议也只是第一轮，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这部剧的时候。丁禹兮能不能突破过去的表演习惯？邓恩熙能不能继续稳住角色的情绪线？赵灵和傅庭云的感情能不能真正让观众产生代入感？而《花开锦绣》最终能不能从有热度走向有口碑，也许就藏在接下来的剧情里。那么你怎么看丁禹兮这一次饰演的赵灵？你觉得他的皱眉、歪头和冷感表情是角色气质的一部分，还是已经出现了重复的表演套路？如果你已经看了前4集，欢迎把你的真实感受留在评论区。你的一句话，也许就是下一期我们继续讨论《花开锦绣》的理由。喜欢这类中国娱乐圈、古装剧和明星动态内容，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继续聊更多华语娱乐圈的新鲜话题。